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进入了城轨时代。立体的轨道交通网络有如城市的血管脉搏，为城市注入生命与活力。截止2018年10月底，中国已有39座城市建成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全年累计完成客运量185亿人次，相当于把地球上每一个人搭载3次。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的城市轨道，改变了一座城市的时空距离，拓展了城市的发展空间，展现了城市的文化魅力。每当一座城市开通了城轨，就会给那里的建设注入新的动力，给那里的人们带来新的展望和新的改变。作为中国第一条地铁的诞生地，北京是目前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最大的城市。在它的地下，建设者们正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工程奇迹。这位正在施工现场指导的专家，正是北京地铁1号线的设计师贺长俊。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地铁设计师，今年已经83岁高龄的贺长俊，依然频繁地出现在地铁建设的一线。现在地下工程越来越多，我们搞地铁设计人员，除了这些理论计算，你会计算，你会把它算出来，可以算，但是算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就是这样。你还要怎么做呢？你还要到这个工地的周围去看看周围的环境有什么情况没有，跟你的地勘是不是一样，你得去看。每当贺长俊走进轨道交通发展史的展厅，向同行晚辈们介绍当年的情景时，一张张照片的背后都承载着一段段难忘的地铁情节。这2张啊，这开工典礼的照片，你看了吧？有朱老总、小平、彭真、罗日兴、李先念这些人。1962年，大学毕业的贺长俊虽然学习了5年的地铁建设专业，但在当时却没有地铁可修，被分配到大西北修建铁路。1965年，北京地铁上网，铁道部成立地下铁道工程局。我因为学地铁的，当时周恩来总理有个批示，学地铁一定得回来。我们当时毕业只有9个人，还有一部分在西南三线，所以我在西北正好这时候就回到北京搞地铁。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专业设计人员少，连专业的绘图员也极其匮乏。主席2次批示叫我们精心设计，精心设计，因为要求7月1号，1965年7月1号地铁要开工。当时距开工典礼我们来也就剩3个多月，时间相当紧，那压力也特别大。我们搞设计，当时是不像现在都是计算机啊，计算什么都有人。我们的计算就是计算尺啊，用压轴笔画图啊，那画图很慢。当时我是开搅拌机，
开搅拌机在混凝土这个方面，混凝土的人背，沙子是人推，石子也是人推人装。这就是在那个古城那个车辆段的停车场，在我当时驾驶那辆车上把车开出来拍了这张照片。在那时候是开车，那在运行当中，那站台上的乘客那都是属于是相当羡慕的表情，因为在国内是属于首条地铁，那时候还都是叫售票参观，所以呢那时候能到地铁来，那都是抱着一个参观的态度，所以呢就跟那个属于现在逛旅游景点似的，当时都围着看。老一代的地铁人，硬是靠着坚韧的毅力和拼搏的精神，自主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条地铁。这是一张上世纪60年代的地铁规划图，当时就已经提出了一环两线分期建设的超前设计理念。在设计师无数次的绘图描图中反复推演，逐步实现着。到现在为止，贺长俊依然珍藏着属于他的一份珍贵记忆。你比如这个，这是一盒完整的绘图仪器，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压铸笔，这两个你看中间把墨搁在这，调整这个线条的宽窄，然后用尺子画图，这就是这一套仪器，在当时能有这套仪器也是很高兴的。正是这一件件不起眼的小工具，在一代代地铁人手里，为我们绘制出地下轨道交通的壮美蓝图。这张照片特别前面这几个人啊，这中间这是我了，这旁边这个穿这个格子衣服的，就是我们著名的隧道工程院院士王蒙树院士。这旁边也是一个隧道叫张本丘的。王蒙树院士是在我们中国地铁在前门暗网法施工上做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可惜这俩人都在今年中秋节前病故了。院士走了，对我们地铁建设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我们很怀念他。虽然两位比他年龄还小的优秀同行相继离世，但他们的精神还在，心愿还在。在贺长俊的心中，常常想起两位挚友的嘱托和激励。如今，不管何时何地，年轻后辈们遇到任何困难，他总是会在第一时间给予解答，甚至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说实在的，我从搞地铁，我最怕的就是早晨6点前，晚上10点后来电话，这是我最怕的，因为这时候就容易出事了。这时候，所以我有责任把我的经验、把我的知识帮助年轻人掌握这些。为什么我到现在还在跑？我总感觉到我有这份责任。我作为一个老的技术干部，我有责任帮助年轻的同志，你们的设计、你们的施工方案哪点是不对的，我会告诉你这个是为什么不对，同时我要告诉你怎样做才是对。这就是我们老一代地铁人、老的专家所要对年轻人要做的工作，这是我们的责任。中国轨道交通的发展离不开老一辈地铁人辛勤的付出。从1863年全球第一条地铁在伦敦诞生，到1969年北京地铁1号线的建成通车，
从落后100年到现在运营里程大大超过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城市轨道交通的总里程。这样惊人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流需要，中国第一条地铁在新时代迎来了新的改变。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北京地铁1号线国贸站换乘通道改造工程。这个4层换乘大厅建成后，将大大缓解乘客换乘的压力。在1号线，像这样换乘通道改造还有4个，2020年将全部完工，乘客换乘不便的状况将得到根本改善。而所有这些改造及相关工程都不影响线路的正常运营。北京地铁1号线工程技术人员利用夜班停车的3个多小时时间加紧工作。仅用3年时间完成加装隔离门，4年时间完成信号系统升级换代。这一点一滴的改变都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进行着，让乘客出行更加便捷、安全、高效，让运行近50年的地铁1号线焕发新生机。各种创新科技给中国城轨的建设注入了强心剂，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这是2017年12月30日正式开通试运营的北京地铁燕坊线，全长14.4公里。在这条线路上运行的是我国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列车。说它全自动，就是从列车的启动、自检、发车、运行、到站停车、开关车门、离站发车、结束、回库、洗车的整个过程，全部由设备自动控制，无需人工介入。从最早的地铁1号线到今天的无人驾驶燕坊线，北京已经开通运营18条城轨线路，在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上、地下编织起一张密集立体的轨道交通网。在这张立体的路网当中，线路的规划、站点的确定、换乘车站的设计，既体现着城市交通的科技与智慧，更彰显着服务于广大市民生活的愿景目标。这位背着蓝色双肩包搭乘地铁的人，看似与普通乘客无异，而实际上他却是一名路网设计师，经常穿行在各条城轨线路之间。在他走过的地方，也许就会有一条新的城轨线路诞生。一出来的话，就到公园里面进行，也是非常方便。这个车站呢，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房山线本沿本期工程的终点站，而且它在站后还预留了2条继续向北延伸的可能性。下一阶段呢，我们也根据工程的进展情况，
以及城市发展的情况，研究向城市核心区进一步挺进的设计方案。看来是直与过公庄，事实上在城市核心区的边缘。周江天，中铁设计副总工程师，作为曾经的北京地铁4号线总设计师，在他的背后是如何开启一个城市轨道交通路网的规划设计的呢？这些规划跟人们的生活和出行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一条线呢，一般来是首先要服从一个线网规划，对它进行了功能定位。比如说4号线，它的功能定位就是一个南北向的骨干线。它的车站的选择，首先要锁定一些重点的交通枢纽啊、商业中心呀、一些科技区啊，比如中关村呀，比如商业中心西单呀，再加上来是北京南站，事实上，在早期的北京地铁4号线设计之初呢，并没有北京南站。在规划设计阶段呢，经济成绩提到议事日程，北京南站就成为这条线局部改线的关键点。北京地铁4号线从西庄站向东偏移约700米，在东庄公园设站北京南站，与经济城际北京南站呢同步建设、同步设计。一个城市的建设要靠来是公共交通来推行，公共交通呢首选城市轨道交通。咱们换个角度就是说，建城市轨道交通就是建设城市。城轨路网的设计改变着城市发展的新格局，使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精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搭乘城轨出行。阮丽，32岁，家住回龙观，供职于中关村一家软件研发公司。我们单位就在13号沿线这一带，08年在回龙观这边安了家，当时考虑也是因为有地铁嘛，上下班比较方便，有保障。每天早上起来收拾完，吃完早饭，送完孩子也就8点了。8点这时候也只能坐地铁，这样的话时间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因为要经常往返于回龙观和西二旗之间，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城轨给沿线居民带来的变化。这10来年变化还是挺大的，因为刚开始头些年人没这么多的时候，那上班坐轨道交通还是比较轻松的。现在好，近几年那坐地铁是真的跟打仗似的。城市的发展，人们出行方式的改变，让周边城轨客流量日益激增。在高峰时段，往往出现大规模人流涌入同一站台的现象，这就需要路网设计及时做出调整和改进。回龙观、西二旗、霍营来荣泽一带是目前来说北京就是吐槽的一些热点，事实上它的出行体验是非常差的，它的客流已经达到了远期预测客流，这个也是城市发展之快，是我们没有预计到的。目前呢，北京在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时候，也在努力修改或者叫修正这一段的困难点。主要一些措施有昌平线南延一直到金门桥，和运营的10号线和12号线都换成直接进城。随着8号线的贯通，19号线2期在清河和13号线同站来换乘。东西向方向规划的北部联络线从永丰、起始，沿着回龙观的北侧、天通苑的北侧，一直往未来科学城以及首都机场方向延伸，进一步缓解13号线的压力。列车进站平稳后，不要手扶或倚靠屏蔽门，
同站台换乘呢，主要是同向的客流可以通过同一站台呢走几步路简单测算就是大约1-2秒钟吧，就可以从站台门的一侧走到另外一侧，换乘到换乘线路，这是非常便捷的一种换乘方式。出行零换乘虽然方便了乘客，却给城轨路网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正在建设的京张高铁综合交通枢纽清河站，是高铁与3条地铁相互换乘的重要枢纽。2022年冬奥会，京张线将连接北京主赛场和张家口分赛场，实现零换乘，正是这个设计团队需要解决的重大难题之一。可以实现东西两侧这个道路的一个客流的一个。他叫王锦，清河站综合交通枢纽轨道交通设计总工程师。我们在接到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呢，当时也面临着几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或者需要思考的。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站场的一个选址问题，这个清河站到底是设置在哪儿？京张铁路是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中国第1条铁路，全长约200公里，于1905年9月开工修建，1909年建成，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如何保护这个文物价值极高的老站房，是工程设计团队必须首先解决的难题。经过反复设计论证，设计团队想出了解决办法，对老站房整体框架结构进行加固，将其向东进行整体平移，既保证了历史文物的完整性，又同时解决了新站房的选址问题。我们将老站平移到现在的位置，在原址上修建一座更加现代、智能、便捷、舒适的现代化大型的车站，实现新老站房的历史的呼应，体现出新时代老清河站的新风采。站房的选址问题解决了，但要实现零换乘的目标，依然困扰着王锦和他的设计团队。最早的设计方案是在原有的13号线线路上方加设车站，这样施工的难度最小，但乘客换乘的距离将达到200多米。于是设计团队又重新提出一个更加大胆的方案，将13号线线路改道引入新站房的枢纽之内，实现高铁与地铁的零换乘，同时也实现了3条地铁线路之间的零换乘。对于以后这种大型的综合的交通枢纽来说，以后这个应该也是一种设计的一种趋势。眼下，王锦和他的设计团队正在逐步实现他们预定的零换乘目标。到2022年，北京将与张家口一同举办第24届冬奥会。北京和张家口将成为快速对接的主赛场和颁奖地。到那时，在清河站搭乘城轨，将会上演一出双城记的好戏。当北京城北的冬奥京张城轨清河站的施工正在紧张进行时，城南的新机场地下轨道捷运系统正值封顶之际。
从2015年初建时的一马平川，到现在的沟壑纵横，出现规模。北京新机场交通枢纽的建设中，隧道和轨道建设是最为核心的地下工程。一方面，它将机场1、2号航站楼对接；另一方面，也将途经机场的多条轻轨、高铁和地铁连接，成为了四面八方乘客在此换乘的综合交通枢纽。新机场正成为区域发展新的动力源。今天的北京正朝着更加和谐宜居的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迈进。在这一进程中，城市轨道交通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应该说是城市交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骨干组成部分。那么这几年来说，我们国家的城市轨道交通，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为代表的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走出了一条非常好的发展之路。我们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强国，应该说具有很好的基础。